灯笼尖每个人都爱吃，但你们了解这个生物吗？它在不同时期都有哪些神秘之处？究竟好不好吃？本期视频大解密。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郭。今天咱们盘一期非常好玩的灯笼尖，它其实就是隐性大蚕蛾的蛹期阶段。这个蛹在我们东北那可算是神仙美味。它的幼虫对于果农来说那可是害虫，它特别爱吃果树，经常会把核桃树的树叶吃光光。本期视频我们将对隐性大蚕蛾的卵、幼虫、蛹、成虫4个阶段进行一个试剖试吃。拍摄这期视频，为了给你们展示不同发育阶段的神奇特写镜头，我耗时2个来月。我从幼虫拍到了成虫羽化，非常不容易啊！希望大家认真看完。咱们首先把卵给刨了。蚕蛾的卵有一层坚硬的卵壳，卵壳是由卵黄膜上的滤泡细胞分泌出来的卵壳蛋白不断的沉积堆叠而形成的。卵壳上的斑痕就是滤泡细胞形成的印痕。在卵的一端有一处很薄很脆弱的透明区域，并没有卵壳包裹，这个区域就是它的卵孔，也就是受精孔。接下来给你们放大一下，卵孔的区域有放射状形似菊花的刻纹，精子会随着这些刻纹游到中心点的受精孔完成受精。即将孵化的小虫虫会用上颚将卵孔区域的卵膜咬破，破卵而出，在经过1夏天的成长，就变成了大青虫。背部会长有一条墨西干发型的刺毛毛带，这些刺毛会随着吐丝作茧时期的临近，逐步的掉光光，仅存有一些毛根。因为毛根比较硬，扎嘴，所以很少有人吃。其实烤着吃毛根是可以烤掉的，是可以吃的。它的头部包有一层坚硬的骨质外壳，上面密生着刚毛。整个脑瓜被引字形的头颅沟分为3个部分，两侧为颅侧板，中间三角形的部位为额头。额头的下方有一道褶褶巴巴的部位是唇基，唇基的下方长有坚硬并带有豁口的上唇，这个豁口很重要，可以将树叶卡在里面，一直与上颚保持垂直的状态，这样就很便于切割食物。它的上颚巨大锋利，与蝗虫的很像，在上颚的两侧长有一对触须，触须的基部着生着6只单眼，在上颚的下方是由下颚、下唇、舌头愈合而成的一个复合体。复合体的两侧像触角的部位是下颚，下颚之间是舌头，舌头的下方是下唇，下唇和下颚分别都长有一对须的，在下唇前端突出的部位就是吐丝管。它的身体由3个胸节和10个腹节组成，身体两侧呈蓝色像肚脐眼一样的部位，这是它呼吸用的气门。在胸节上长有爪状具有搂抱功能的胸足，在第3、4、5、6、10的腹节上长有无肢节的腹足，腹足上长有成排的子沟，这样就能够牢牢地夹住树枝。抛开内部，我们能看到乳白色的脂肪体，这些一束一束的白色丝状体是通往气门的气管，中间深色的部位是它的中肠，中肠两侧像方便面的部位是它的丝线，这些淡黄色较细的管是马氏管，背部的条形部位是它的心脏。幼虫在蜕完第4次皮以后，便开始吐丝作茧，建造自己的蜗居。它的茧采用的是镂空的设计方式，因其独特的造型与旧时的灯笼骨架非常的相似，故称之为灯笼茧。茧的一端会留有一个口，这个口就是破茧成蛾的出口。茧体是由很多的茧丝，然后用丝胶粘合成一缕一缕的茧绳，相互交错编织而成。用水煮一下，丝线就能抻出来，可以作为纺织品的原材料。这些茧壳子1斤能值30-40块钱呢。幼虫做茧完成后，会在茧里面蜕第5次皮，来完成变态的化蛹阶段。此时幼虫会从绿色变为棕色，当皮肤开始起白色皱纹的时候，马上就要蜕皮了。蜕掉的皮会连同气管一起蜕掉。蛹刚形成的时候，皮肤还很薄很脆弱，透过蛹皮我们可以直观的看见心跳的样子。气门也由原来的蓝色变成了棕色，经过1天，蛹皮就会硬化。大蚕蛾的蛹都属于背蛹，腿儿、触角、翅膀都会被蛹皮所束缚住，只有腹部可以扭动。仔细看，在它的尾部两侧有一些带钩的刺儿，很多人不知道是干嘛用的。这个部位叫臀棘，是坚硬的几丁质结构，主要起到附着的作用。不同种类的茧蛹臀棘的形状也有所不同，比如我们常吃的做蚕蛹的臀棘是长在尾部的顶端，你们应该是第一次见到吧？在蛹的头部有2个黑点，很多人认为是它的眼珠子，不是的啊。这2个黑点是翅膀关节的印痕，眼睛的区域在这个位置，在背部会有一条纵线，这条线是蛹的蜕皮线。观察眉区，细眉的是母蛹，个头偏大。
粗眉的是公蛹，个头偏小，像这种只有一丢丢的，那必是公蛹。它的内部结构和幼虫差不多，但视线已经不见了，被组织解离了，中长变短，神经可以清晰可见。当蛹皮变得非常脆弱的时候，马上就会蜕掉最后一次皮，开始破茧成蛾。来，让我们一起见证隐性大餐蛾的终极变身。怎么样，震撼吧？隐性大餐蛾的特点在翅膀上长有2行褐色的波浪纹，后翅具有一对黑色的大眼板，整体颜色有的偏黄，有的偏灰。区分公母，一看腹部，大肚为母，小肚为公；二看触角，母的触角纤细，形似我们刚缩了完的鱼骨；公的触角宽大，形似羽毛。三看尾部，公蛾的尾部长有一对可以活动的尾节侧叶，尾部上方长有一对钩状的抱握器，抱握器在交配的时候可以牢牢地勾住母蛾。中间白色的小管是它的肛门，肛门的下方有一针状物，这就是它的加油腔，也叫阳茎。阳茎着生着一对片状的几丁质外壳，称之为阳茎鞘。母蛾的尾部长有一对侧唇，表面着生有感觉毛。侧唇的中央有一道纵沟，纵沟的上方为肛门，下方是产卵口，嘴下方是交配口。它的头部长有一对黑色的复眼，嘴部的口器已退化，只保留了一对白色囊状的下颚，已特化成下颚线，具有分泌溶解酶的功能。它的内部结构与座蚕蛾、上蚕蛾基本相似。母蛾的卵巢布满了籽儿，均匀地分布在8条输卵管中。如果是公蛾的话，会有一对球形的精巢。这个透明囊状的部位是嗉囊。蛾在破茧的时候，嗉囊与下颚线会同时吐出溶解酶，将茧口的失胶溶解。这些透明的液体就是吐出来的溶解酶。这个褐色的部位是中肠，尾部直肠的区域特化成了尿袋，里面的成分主要是马氏管代谢出来的尿酸。蚕蛾破茧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这泡尿吃出去。这对黑色的部位是粘线，排卵的时候不仅可以抱住卵形成一层卵鞘，也可以使卵粘住物体表面。心脏位于背部，神经索位于腹部。昆虫的神经节是独立支配各个器官的，即便失去了某一个部位，短期内也是死不了的。以上就是隐性大餐蛾的基本特征。那么虫、蛹、蛾都啥味呢？今天咱们不炸了，撸串。蛾子的翅膀是不能吃的，都穿上。起炉生炭，把串码上，先干烤一会儿，把鹅毛都烤掉。烤到爆浆的时候，刷一层油，听到滋啦滋啦的声音时，喷1品鲜酱油，撒盐、孜然、辣椒面，这就烤好了啊！来开灶，来开炉啊！先来一串大葱啊，闻起来是没啥毛病。你们先来一只，吃。你别说啊，烤的呀，虽然麻烦啊，但真比炸的香，烧烤味儿特别足。嚼起来呢，可能火候有点大了啊，能感觉到一点略苦，但是整体的香度是没问题的啊。它是一种干香，你嚼起来呢会越嚼越香。虫类的食材啊，是真适合烤。来，是一个大蚕蛹。哎呀，蚕蛹的皮呢能酥一些，虽然没有蜂蛹的那种细腻的口感啊，但是香度是没问题的啊，跟我们平常吃的桌蚕很类似。但它这个皮啊，我嚼一嚼啊，感觉没有那个桌蚕的皮薄，还是稍微有点梗。
炸的话应该是能挺酥的。来，再次品尝大扑棱蛾子啊，看看这回烤的怎么样。毛啊都没有了，都烤掉了。满底儿，方便了啊。这回总体的感觉呢，要比上回强啊。我能吃出来有脂肪的香味儿，可能我这个鹅啊比较新鲜，上回冻的时间长了。鹅子的缺点就是毛多，你要是不烤着吃的话，别的吃法可能会沾一嘴毛。但总体的香味啊，还是不如那个虫和蛹。也就吃了一个好玩儿。总结一下，蛹的味道还是不错的啊，每个人都能接受。其实大虫的味道也好啊，但是这个外形呢，胆大的就照两口也没有事儿啊。好了，完了，这期视频咱就到这儿啊，下期见，拜拜。